大少爷。好，你们会场布置怎么样？好了，请您过目。怎么多一套茶具啊？哦，是二少爷吩咐的，说今天二少奶奶要进董事会，让我们提前准备。笑话，谁说让童玉婉进董事会了？拿走，拿走。可是，二少爷说，现在是大少爷跟你说，拿走。是。大哥，脾气怎么那么大呀？玉婉来开个会还不行啊？云堂，我问你，你让玉婉进董事会，跟董事们商量了吗？啊？童玉婉跟你夫妻不和，闹得满城风雨。如果今天她进了董事会，明天离婚了，那杜氏实业的商业机密不全都被她带走了吗？我作为杜家的长子，我绝对不允许这种荒唐的事情发生。谁跟你说我跟玉婉要离婚呢？我们很恩爱的，是不是？大哥，我能否进董事会，还要看各位董事的意见呢。我听后裁决。你说呢？不好说。是啊。哎，咱们去坐吧。来。做戏。做戏也得有人看才行啊。对不起，你们让开！我要见允堂，让开！允堂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？允堂，你看你，早上也没来得及吃早饭，你看看，我给你带的咸糯米粥、小笼包，还有你爱吃的糯米排骨，你快趁热吃吧。不饿，拿走。哎呀，婆婆妈妈的都进了董事会，这还像什么样子呀？哎，允堂，这是我的一片心意，你先吃啊。开会吗？让董事们等等好了。不像话呀！放手！允堂，我知道，你为了让二少奶奶进董事会，你是故意冷落我的。你和我怄气没关系，但你也不能和自己的身体怄气啊，允堂。这成什么体统？啊，董事会这个地方，怎么叫家里的妻妾来闹笑话？太荒谬了！太荒谬了！董事会就不是女人该来的地方。更何况是快要离婚下堂的弃妇。我提议把童玉婉和红玉赶出去，还董事会一个清净。云薇说的对。是啊。坐下。你好好的坐着。你，给我出去！允堂，给我出去！今天商议的话题就是京邦街码头的开发权，没有人比童玉婉更有发言的权利。凭什么？就凭他的聪明才智，他赢得了皮埃尔先生的信任。现在皮埃尔先生愿意跟我们合作，就凭这一点，他就应该拥有杜氏实业董事会的一席之地。还有，他创立了3家碗居，每家碗居都有可观的收入。作为杜氏实业的一份子，也是碗居的创办者，他就没有进入董事会的这个权利了吗？我提议增补童玉婉进入董事会，大家觉得呢？这没意见。等等，云堂，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是借的高利贷来填补童家那个无底洞的吧？哼，要不要我说一说，你是怎么借到高利贷的？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这种事？是吗？会有这样干啥呀？
哎呀，允腾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太太身体有点不舒服。今天上午的会我看就这样吧，那下午我们再继续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弟妹，早点回家生孩子吧，免得孕妇身子沉，走不快。只有一个人能够决定我在董事会的去留。今天下午的裁决，我等杜瑞达董事长。听说允堂的提议很有鼓动性，可是关键时刻传出了他借高利贷的丑闻，董事们的反应特别大。不过幸好玉婉说身体不舒服，允堂就用了一个拖字诀，将砝码压在了下午您到场才决定。这高利贷是怎么回事啊？不过还好，他们夫妇俩终于打了一场很好的配合。你回去找允堂来见我。好。你们从来都说允堂又聪明又有能力，我看也不尽然。我就是再荒唐，我也不可能去借高利贷呀。弟妹，俗话说妻贤夫祸少，允堂借高利贷，不会是你教唆的吧？我想问，以我个人的资产做抵押，去借的那些高利贷，跟杜氏实业到底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，你好大喜功，这样会把杜氏实业卷入不良的债务之中，我们必须要防患于未然呀。各位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哎，走。关于这个高利贷的事情，允堂中午已经向我汇报过了。现在我想知道的是，玉婉，你的看法？如果我事先知晓，一定不会让允堂这么做。理由呢？因为我们童家刚刚经历过一场由高利贷引发的债务风波，让我得到了终身的教训。一旦走上借贷做项目的道路，那些高利贷的借据很可能成为竞争对手卡住我们脖子的催命锁。父亲，我有个疑问，就是允堂为什么要去借高利贷？不就是因为童家破产了，需要救济吗？试问一个娘家债台高筑的女人，她凭什么进入我们杜氏实业的董事会？我再重申一遍，借高利贷是我个人的行为。对，我这个做法的确是有点激进，但是我敢保证，童家所有的债务都已经还清了。但是你的债务还没有还清，你们夫妻是一体的，你的债务就是童玉婉不能进入我们杜氏董事会的障碍。等一下。这肯定价值好东西呀！这是我童家的镇宅之宝翡翠屏风，我会把它交给允堂，偿还我们夫妻二人的共同债务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个翡翠屏风你好像送给过别的男人，你现在把它拿出来，让我怀疑你对我们杜家的忠诚啊！你给我闭嘴！借贷不是实质问题，我关心的是你的忠诚度。关于忠诚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。我所理解的忠诚，是担负责任、信守承诺，和我的家庭和杜氏企业荣辱与共，风雨同舟。
我相信玉婉，从我认识她第一天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谎话。好，既然他们夫妻俩都相互信任，而且高利贷的债务他们也有能力还清，我想请问一下各位董事，你们对童玉婉进入我们董事会的事还有异议吗？没有意见，对吧？对对对。现在开始投票，同意的请举手。好，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玉婉，您请问。你对拿下金邦街码头的开发权有信心吗？志在必得。好，那我就正式宣布，童玉婉成为我们杜氏实业有史以来的第1位女董事。